你听说过食人魔的传说吗？相传他生活在一座废弃的教堂，有一双蝙蝠翅膀和吸血鬼般的样貌。每隔23年，食人魔就会从休眠中醒来，开始一顿长达23天的以人类为主菜的饕餮大餐。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来看科幻恐怖电影《金星食人族重生》，也是该系列的第4部作品。沉睡23年的怪物在今年又一次苏醒。故事开始，大爷大妈正开着老爷车惬意地行驶在偏远的乡间公路上，突然一辆红色老式大卡车出现在后面。卡车速度奇快，最终在一个岔路口转了弯。没过多久，经过一栋废弃的教堂时，大爷看到了停靠在这里的卡车，一个穿着宽大雨衣戴着宽边帽子的大个子似乎在往一个很深的管道里扔尸体一样的东西。大爷很害怕，加快速度离开这里，可没想到卡车竟然追上来，一路超车。大爷只好猛打方向盘，拐到另一条岔路，成功甩掉了卡车。之后大爷记下车牌号，准备报警。可让他蒙圈的是，中途又遇见了卡车司机，他已经给车换上了新车牌。大爷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男人，他提议返回教堂看看，要是找到司机干坏事的证据，立马报警。来到教堂时，耳边不停传来乌鸦的叫声，两人小心翼翼看向管道，眼前一幕让他们目瞪口呆，管道下方是数不尽的人类尸体。可是从这天起，人们再也没见过大爷大妈。以上这些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恐怖怪谈，距今已经过去23年，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些恐怖传说。我们的女主莱恩就认为这只是阴谋论，而她的男友小黑则对食人魔的存在深信不疑。这天，他们两人应邀前往当年出现食人魔的小镇参加 cosplay 盛会。半路上，莱恩突然一阵恶心，于是跑到树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开始呕吐。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已经被一只红眼白毛的乌鸦盯上，它的主人正是刚刚苏醒过来的食人魔。满身都是蜘蛛网的他缓缓爬出了破败的教堂，抓起满是蚯蚓和蛆虫的泥土就塞进了嘴里。很快他就恢复了行动能力。另一边，小黑拿出钻戒，准备在万圣节的晚上向莱恩求婚。求婚地点就选在了传闻中食人魔降生的小镇。一起去的还有富二代萨姆，只不过这个小哥很倒霉，半路上有些尿急，一个热钻进了附近的小树林嘘嘘。没想到刚一放松，食人魔便从天而降，没等萨姆反应过来，就沦为食人魔的开胃菜。吃到新鲜食物的食人魔再次恢复了一大截。与此同时，小黑和莱恩不小心迷路，误打误撞进入一家古董店。女老板告诉他们，小镇的卫星导航可能坏了。说完，拿出一张地图，还贴心地用手指出了前往小镇的路线。从老板手中接过地图的一刹那，一段诡异的影像突然在莱恩的脑海中闪现。虽然没看清，但是感觉很不舒服。当晚，两人住上了镇上的酒店。为了这次旅行，小黑煞费苦心，带了满满一箱子奇装异服，为的就是让莱恩痛痛快快玩一场 cosplay， 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各种幻想。随后，莱恩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他晃神时，一只乌鸦撞死在窗户上，而乌鸦其实是食人魔出现的信号。果然，食人魔已经在为接下来的狩猎做准备了。尘封23年的作家以及散发杀意的战俘都将再现江湖。然而，小镇上的人们却忙着在万圣节派对上狂欢，他们装扮成各种妖魔鬼怪，其中不乏食人魔的追随者。为首的白色西装男声称食人魔已经复活。活动期间，一个男人踉踉跄跄冲入人群，砰一声倒在了桌边。他胸口还插着一支箭，人们刚想冲上来救人，男人竟直接原地复活，嘲笑的众人真是蠢到了家，完全没看明白这是自己的恶作剧。之后，戏精男一个人跑到树林里抽烟，跟你们想的一样，喜欢作死的他成功被食人魔看上，一套举高高套餐就被挂在了树上。食人魔的杀人方式相当接地气，几个飞镖扔过去，轻松结果了戏精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这回是真领了盒饭。完事后，食人魔出现在派对现场，
由于奇装异服的人实在太多，根本没人察觉出异样。今晚的重头戏是接下来的幸运大抽奖，中奖名额只有2个，抽中的人可以到食人魔出没的教堂，体验一把密室逃脱的刺激。没想到的是，古董店老板竟是抽奖人，趁人不注意，他偷偷对抽奖盒做了手脚。最终，小黑和莱恩荣获大奖。莱恩有些害怕，但小黑激动坏了，这可是食人魔的房子，体验一回毕生难忘。出发前，节目组和2人签订了协议，意思就是活动过程中遇到任何危险，节目组概不负责。此外，节目组还会全程跟拍。不过进入教堂之前，还需要穿过一片阴森的墓地。没想到出师不利，刚下车，节目组的摄像机就坏了。小黑和主持人亚洲妹过于暧昧，莱恩很是不爽，独自走进墓园，发现不对劲，小黑连忙追了过去。而这一幕也被站在高处的食人魔看在眼里。墓园里，摄像师看到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热情上前打招呼，结果对方压根不理，转身走进了密道。从回眸的半张脸可以确定，此人正是抽奖活动的主办人卷毛姐。突然出现的白毛乌鸦吓了摄影师一大跳，下一秒他就被食人魔拽走了。小黑这边怎么也哄不好生气的莱恩，于是决定放大招，在墓园里直接求婚。不料刚单膝跪地，一道黑影就窜了出来，他一把抓住了沉浸在幸福中的莱恩，眨眼间就消失在天边。眼看着女朋友被长了翅膀的怪物生生掳走，小黑吓得瘫软在地，缓过神后连忙撒丫子就跑。途中遇到了正在找摄像师的节目组，小黑词穷，不知道怎么解释刚才发生的事儿，只说赶紧离开这里，报警。说完，小黑接着跑路，结果却被地上什么东西绊倒，定睛一看，是摄像师血肉模糊的尸体，胸口还有几道深入骨髓的爪印。意识到危险，几人连忙躲进教堂。这里可是食人魔的老巢啊，怎么想的？忽然坠落的吊灯差点砸到他们，紧接着大门也被人上了锁。门口3个身穿斗篷的人正是食人魔的信徒，白色西装男、古董店老板娘以及卷毛姐，他们要将这些人献祭给食人魔。大家试图逃生，却发现这里的门窗都被封死。此前在派对上，大胡子明明是飞镖摊的老板，摇身一变成了司机。眼下小黑和节目组的人都认为是他在搞鬼，但大胡子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被卷毛姐雇来当 NPC， 必要时候出来吓人，好增加节目效果的。大胡子确实不知情，但小黑死活不相信，逼问他到底把莱恩藏在哪里。节目组的眼镜哥也在一旁添油加醋。面对围攻，大胡子掏出手枪朝半空开了一枪，枪声随即惊动了食人魔。几分钟前，食人魔把莱恩绑在血淋淋的石板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挣扎间，食人魔一刀捅进了他的肚子，疼得莱恩尖叫连连。要不是及时出现的枪声，莱恩怕是要见上帝了。食人魔恼火地钻出管道，舒展着硕大的蝙蝠翅膀，似乎要给教堂里的人一点教训。见大胡子不是软柿子，大家不敢再胡来。小黑提议停止内斗，先找到莱恩，再集体想办法逃生。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开门声，几人一口气逃到了阁楼。来不及喘息，猩红的血液滴到了亚洲妹手上。抬头一看，是一具面目全非的男尸。小黑一眼认出，他正是失联的萨姆。伴随玻璃破碎的声音，食人魔飞进阁楼，大胡子朝他连开数枪，结果只打伤食人魔的手。恼怒的食人魔甩出战斧，结果扑了一个空，随后又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几人跪在地上，痛苦地捂住耳朵，感觉整个脑袋都要爆裂。为拯救莱恩，小黑鼓起勇气和食人魔硬刚，其他人不想看他白白送死，连忙拉着他离开了阁楼。看着破损的手，食人魔竟直接扯断手臂扔在地上，紧接着将萨姆的手装到身上。眨眨眼的功夫，正常人类的手就被食人魔同化。由于食人魔走得太着急，把匕首留在了石板上，莱恩拿到它，成功割断绳子。顾不上疼痛，他赶紧拿走几颗飞镖用来防身，之后站到桌子上，打开墙壁上的通风口，
亚洲妹在逃跑过程中一不小心和其他人走散，躲进空房间后想发消息求助，可是这里根本没信号。食人魔一拳打穿墙壁，好在只薅到亚洲妹一撮头发，亚洲妹死里逃生，顺利和其他人会合。大家躲进另一间房，商量着怎么才能杀死食人魔。大胡子的枪已经没有子弹，房间里空空如也，能用的也只有一根擀面杖。小黑很绝望，他认为没人能打败食人魔，想活下去，要么让食人魔对他们失去兴趣，要么等待23天的捕猎周期结束。绝望之际，天花板上传来响动，然后莱恩就掉了下来。管道的通风口居然通向这里，这是我没想到的。总之，小黑啥也没做，心心念念的女友就回来了。人员集结完毕，逃亡继续。眼镜哥发现房间里有一部座机，二话不说冲上前，结果掉进食人魔设下的陷阱，精准踩到捕兽夹。咱就是说食人魔不是怪物吗？怎么净使些人类招数啊？小黑连忙打电话报警，其他人则奋力解救眼镜哥。小黑告诉警察，他们一伙人正被食人魔追杀。按照恐怖片的常规套路，警察肯定以为他磕多了，是不会相信的。没等小黑继续解释，食人魔拔断了电话线。此地不宜久留，几个人搀扶着腿残的眼镜哥转移阵地，但食人魔还是杀了过来，大家连忙逃命。掉队的亚洲妹估计吓傻了，被食人魔一斧头送走。其他人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亚洲妹的尸体被拖走。别说食人魔还挺挑食的，尤其喜欢新鲜的脑花。慌乱中，小黑一行人躲进一间房，里面的陈设很古怪，看样子是用来祭祀的地方。在这里，莱恩的脑海中出现幻象，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幻象中，莱恩成了献祭对象，食人魔的信徒正围着他口念咒语。原来，为了打破偶像食人魔沉睡的魔咒，信徒要进行一场特殊的献祭，祭品则是孕妇肚子里的婴儿。也就是说，莱恩进入古董店的时候就被女老板盯上了。至于他怎么知道莱恩有孕在身的，咱也不知道。祭祀台上，新鲜的血液仍在流动。没猜错的话，沉睡的这段时间，狂热的信徒们每天都会用鲜血喂养着食人魔。搬开地板上的石头，一股尸臭味迎面扑来，下面正是食人魔休眠的地方，不少被抽干血的尸体还在下面挂着。食人魔才刚苏醒，吃掉的人还不多，换句话说，还不是力量最强大的时候，这让大家有了干掉食人魔的信心。他们兵分两路，大胡子和眼镜哥到楼上吸引食人魔，莱恩和小黑负责在楼下埋伏。也不知道是谁给了眼镜哥的勇气，腿都不利索还敢上前线，结果被食人魔秒杀。一开始大胡子被食人魔当成人肉沙包打到吐血，可没想到大胡子血很厚，最后竟偷袭成功，狠狠刺伤了食人魔。不得不吐槽，这食人魔就是个废物，除了会飞毫无怪物技能。负伤的大胡子逃到楼下，和小黑一起躲在楼梯侧方。气急败坏的食人魔追下楼，被莱恩引到了教堂外面。他跪在地上，露出肚皮，一副心甘情愿要祭祀的架势。食人魔果然上当，兴奋地将莱恩举高高。在刀子刺进肚子的最后一刻，莱恩掏出藏在身上的飞镖，袭击了食人魔，疼得他脑袋开屏。这段时间，小黑和大胡子也没闲着，两人悄咪咪爬到教堂最顶端，将插在这里的铁质十字架抽了出来。莱恩趁胜追击，用飞镖刺瞎食人魔的眼睛。失去光明后，食人魔犹如无头苍蝇，胡乱攻击。时机成熟，莱恩大喊一声，房顶上的两人立马配合，扔出十字架，直接把食人魔爆头。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并没有。食人魔死后，乌鸦集体暴走，他们盘旋在教堂上方，吃了没有主角光环的亏，大胡子没站稳摔死了，小黑则平安返回教堂内，还顺带把莱恩拉了进来。当乌鸦离开后，两人惊讶地发现食人魔的尸体也被乌鸦带走。既然之前食人魔能同化人类的手臂，那么换个头重生也不是不可能。
故事最后，警察终于赶到，小黑和莱恩成功获救，但莱恩的眼睛却在这时变成了黑色，这是要黑化的节奏吗？不过还有第5部吧。时隔多年，总算等到这一 IP 的续集，但是把原本刺激的公路追踪改成烂宅的密室逃脱，确实掉价不少。最重要的是，食人魔的战力也太拉胯了。妆造上或许是经费不够的原因，食人魔带来的视觉震撼还不如白毛乌鸦。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目前影片在某瓣上的评分只有3.8，也是该系列分数最低的一部。总之，我是不太建议看原片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